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使人驾到的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10集的内容。这一集的内容主要是描述吕布刺杀董卓之后，董卓终于挂掉了。那之后的政局啊，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相信啊，很多人在看到这边的时候都会觉得，一团的混乱，包括我自己个人也是啦。那我自己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呢，我就会很好奇，就是说王允为什么之后被西凉军或是董卓遗留下来这些部将所背叛？史实的史料上面到底是怎么样描述这一段历史呢？我们就请金老师好好的帮我们解释解释了。好，那我们来说明一下，就是上一集我们多少有提到嘛，王允是联合朝中很多不同的势力，最终推翻了董卓，所以此时算是王允外加吕布联合执政的状态。当然啦，最大头的还是身为司徒的王允嘛。是。那在推翻董卓之后，注意他们当时只是把董卓这个算是西凉军的领袖，算是登出人生online了。OK， 但是董卓麾下仍然有大量的部队以及效忠董卓的部将，那这些人到底该怎么处理呢？那我这边想问叉叉 A， 就是你今天身为一个解决你政敌的一个政治领袖，然后你政敌还有很多的手下，是，那你面对这些以前政敌的手下，你会想怎么对待他们？就是我们俗话说的棒子跟萝卜嘛。你就是要处罚一些可能之前对你很不利的人，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奖赏一些可能未来对你有利的人嘛。就是有些你们就不好意思随着你们的组织一起登出人生 online 吧。但有些呢，你要大家笼络，这是叉叉 Y 的想法嘛，对不对？对啊。好，我们先看王允是怎么做的哈。《三国志》有记载，就是允出议赦卓部曲，就是王允一开始在想说，我是不是要赦免董卓的部曲呢？就是那些部将啊，还有军队。然后呢，又有写说吕布亦数劝之，就是吕布好几次说，你应该饶了董卓的部下，你应该饶了董卓的部下，你听我的话，你应该饶了董卓的部下。本来两个人应该算是意见一致啊，结果大家请不要忘记，王允年轻时代就是个个性很刚的人，是我们之前有讲过嘛。结果明明两个人意见差不多，吕布这样一直说，王允反而某个 emoji 就起来了。那怎么了吗？当时王允就怀疑说，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是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本来他们是没有罪的啊，真正有罪的是董卓嘛，对不对？但是你现在一直叫我去赦免他们，开玩笑，这些人全部都赦免了，别人又会怎么看我呢？对不对？会不会认为就是我这个人是个烂好人吗？还说我这个人难道拿他们没办法吗？或是我这个人就这么没原则吗？对不对？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在吕布的连番劝说之下，反而使王允对吕布起了疑心。而且后来史料还举出，吕布还有提一个建议，就是又欲以擢财物，颁赐公卿将校。什么意思？就是吕布说，董卓以前搜刮了很多民脂民膏啊，现在如果你要抚慰他的部队，最好的方式就是把那些民脂民膏拿出来嘛，对不对？分发给那些部将嘛，让他们知道跟着我有肉吃这种概念。OK， 这不是一个最方便、最节省的方法吗？对啊，就是有惩罚，然后又有论功行赏嘛。对，然后结果王允的想法就是你懂个屁呀！史料是这样形容的：允又不从，而肃清部以剑客御之。什么意思？就是你懂个屁呀！你就是个挥剑的家伙，你就是一个只有肌肉，脑袋也只剩肌肉的家伙而已。我需要听你的指挥。所以这两个人反而在消灭董卓这个共同的敌人之后，关系越来越恶劣，这其实是后来他们两个走向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除了在讲说到底要怎么对待董卓的军队之外，要知道董卓因为他也是很临时才掌握了东汉政权嘛，董卓当时为了要招抚人心，其实也有想尽办法拉拢各地人士的支持。比方说我们之前讲过嘛，袁绍董卓是有封过他官的。是啊，只是袁绍他不要嘛。对，曹操
董卓也要封他官啊。那曹操也不要嘛。对。好，那这时候讲到一个人哈，董卓还有对一个人亲言有加，这个人叫做蔡邕。蔡邕他是个文学大师，听说还是个音律大师，就是音乐很厉害。有一些历史故事这么记录，就是蔡邕有一次去拜访一个人的家庭，结果还没走进他家之前，就听到这个人在弹音乐，然后蔡邕就说：哎呀，可惜了，音不太准啊。走进去之后呢，他朋友见到蔡邕就说：我最近有个烦恼，就是我这个琴音一直觉得怪怪的。蔡邕就帮这个主人调了一下，主人再弹就发现，这就是我觉得真正合适的声音。OK， 由此可知，蔡邕这个人如果活在现在，他可能既是有名的文学家，又是很厉害的音乐家。总之就是这方面的长才就对了哈。《后汉书》有提到，董卓重庸才学，后相欲戴。但其实蔡邕没有很喜欢董卓的所作所为，因为董卓毕竟还是很残暴的嘛，对不对？但是呢，人家这么的重视你，你也不好意思直接打人家脸嘛，对不对？所以蔡邕就是有一种，哎呀，虽然我没有很欣赏你啦，但是你毕竟礼节到位了嘛，我也不好直接跟你撕破脸嘛，对不对？就姑且这么将就着吧。将就到董卓后来死掉之后呢，《后汉书》提到，及卓被诛，庸在司徒王允坐，书不一言而叹，有动于色。什么意思？就是等到董卓过世之后呢，有一次蔡邕就跟王允相处在一起，大概是有谈到最近的一些时事，比方说董卓死后现在最近社会发生什么变化，朝中人心如何啊？这个蔡邕就露出一种悲苦的神色，就是哎呀，最近的日子是过得不太好啊。自从董卓过世之后，总觉得时局不太对劲啊。没想到王允勃然变色哈。当时史料这么形容，允勃然斥之曰：董卓国之大贼，激请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愤。董卓是朝中的大臣啊，东汉差点因为他灭亡啊，你应该跟我一样痛恨他，结果你竟然对他露出悲悯的神色，你这个家伙，你还有没有道德良心啊？来人，把他关起来！这王允念听起来好像有点在情绪勒索对啊，而且不觉得这边又显示出王允那种很刚的个性？对啊，为什么他凭什么人家的想法要跟他一样啊？而且人家也没有出言反对你啊。对啊，人家也没有反你啊，人家只是听到董卓死掉之后，露出一些悲苦的神色，感慨一下嘛。对啊，然后你就说，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一样的愤怒呢？莫名其妙嘛，对不对？是啊，觉得莫名其妙，其实不止我们两个，当时就有人觉得你王允是不是莫名其妙？那个人是太尉马立低，他听到蔡邕被下狱之后，其实就离死不远赶快跑去找王允讲说，蔡邕这个人很有才学的，而且蔡邕他现在正忙着编史书，如果蔡邕死了，历史的记录就少了一笔啊，所以你就看在他在写史书的份上，你不如就饶了他一命吧。对啊，就跟司马迁一样就好。对，你讲到司马迁，王允火气就上来了哈。王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始作谤书，留于后世。哎呀，不要跟我提司马迁呐！真的讲到司马迁，当年汉武帝就是不杀司马迁，司马迁才写了一大堆毁谤汉武帝的书，好后患无穷。OK， 不就是一个蔡邕吗？写了什么烂史书，写了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啊！不听就把这个马立低算是直接给刚回去了哈。马立低劝说失败之后呢，他后来就跟底下的人讲说：王公岂不长事乎？就是王允这个人还能活得长吗？这么刚，因为一点小事情，甚至不算事情的事情，就要人老命。你说还有多少人愿意跟你同心同德啊？那事实上，后来王允后悔了。我是不是情绪过头了？脑冲。对，现在我恢复冷静了，赶快把蔡邕给放出来。结果后来有人告诉他说，来不及啦，蔡邕已经死于狱中了哈。你说被关起来之后，然后过不久就死掉了？对，哇，那他不就白白害死一个人了吗？所以啦，当时很多人就会在想说，天哪，蔡邕这种人很有威望的一个人，他也不是说帮助董卓的铁杆。是啊，
他只是露出悲叹的神色，你就要人老命。董卓，我刚刚有说过，他是后代很多人，所以很多人就在想说我也被董卓后代过啊。你今天对付曾经被后代过的蔡邕，你哪天是不是要来清算我呢？对啊，所以王允做的这个滥杀异议人士的事，甚至都不能算是异议人士，立刻就开始大失人心。那终于要讲到王允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刚刚前面讲了哈，跟吕布闹得不开心，滥杀异议人士。真正重要的是，王允还对西凉军开始下手。《后汉书》有记载，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当时就有人去劝王允说，凉州人素旦援士而为关东，今若一旦解兵，则必人人自危。什么意思？就是之前不是有关东各路的诸侯或是军事将领进攻董卓吗？是啊，董卓底下人都是西凉人士嘛，对不对？那这些西凉人非常害怕这些关东军。如果今天你一旦强迫这些凉州军解散的话，他们就会很害怕说，哇，我们万一被那些关东军追杀清算该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提议者就建议王允说，你应该要后代凉州军，你甚至要把凉州军呢找一个德高望重的将领。什么德高望重的将领啊？当年镇压黄巾之乱的黄甫松，把他交给他看管。黄甫松威望高嘛，有真的打过仗嘛，对不对？凉州军听他的，然后就把这个凉州军就近放在长安附近做监管的动作，是这样子，应该就不会出意外了。那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听起来是个还不错的建议啊。那王允他又刚起来了，对，又不要了吗？对，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无徒耳。今若据险屯散，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什么意思？我不觉得你的这个提议根本是放屁。为什么？这个关东军距离我们很远的，我今天突然这么器重西凉军，他们会怎么想我？关东军会想说，哎呦，走了一个董卓，是不是来了一个新的王允呢？对啊，所以我怎么可以对这些凉州军这么好呢？我要是对凉州军好，就是激怒关东各地的军事将领凉州军也不成什么气候反正就把他们解散，没什么事情的 ，OK 的啦，这是王允的想法。那本来你把人解散也就解散嘛，对不对？是。但我告诉你古代有的时候就会发生这个状况，因为古代讯息不像我们现在那么的畅通没有网路嘛，对没有直播嘛，对不对？是啊，结果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就开始变了味道。当时百姓是这么说的使百姓而言，当西诸凉州人。就是百姓听到的是说，听说王允解散凉州军是干嘛？要把他们全部干掉。对，要把他们团灭了哇！凉州军的将领听到整个吓个半死，想说完了，我们死定了我们那个什么，接下来整个人生就要跟着董卓一起登出 online 了嘛，对不对？那这边新三国的电视剧就有演到董卓的部将什么李傕郭汜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就说如果我们现在单独绕跑的话，走在路上随便一个亭长，有点像今天的李长博，都可以把我们抓起来给挂掉，不如我们聚集起来反抗王允吧。这是电视剧的演绎，但其实这边应该是电视剧为了节省篇幅，消失了一个很多三国迷超级喜欢谈论的人物。这个人叫做贾诩。根据《三国志·贾诩传》就是有这么说：卓败，辅幼死，就是董卓身亡之后嘛，董卓其实还有个女婿叫做牛辅。他算是凉州军的第二精神领袖，可是后来牛辅他也就死掉了，所以凉州军当时处于一种就是没有精神领袖，一片混乱，然后又听到说王允可能要集体挂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大家乱成一团。校尉李傕、郭汜、张继等欲解散，许曰：闻长安中亦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军若弃单行，即议亭长能束军矣。有没有发现这句话其实不是李傕跟郭汜说的，是贾诩讲的。当时贾诩讲说，你们这样子不行啦，那什么才是真正 OK 的方案呢？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你们与其绕跑，我们手上有兵而且
不只是我们手上有兵，凉州军是四散在长安各地的。我们现在就立刻往西攻下长安，在攻去的路上不断收拢这些原本是凉州军的部将，我们的声势一定壮大。到时候我们如果攻陷长安，才是我们唯一的活路。后来根据记载，李傕跟郭汜在一路往西的过程当中，聚集的部队超过10万以上。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王允到底得罪了多少人啊？对呀，10万多人都讨厌你呀。那王允怎么反应呢？其实根据吕布相关的传记有记载，当时长安还是有进行一些防守跟反击，包含这是最著名的，就是当时郭汜跟吕布遇到的时候，两个人就开始商议说：“来，不用大动干戈，有种来单挑啊！”结果吕布一矛刺中了郭汜，好，这算是古代很难得，真的是2个武将之间的单挑记录，可见吕布是真的很猛啊。但你有没有记得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说过？有一个问题，就是吕布跟王允2个人闹不和啊。对啊，那为什么他还帮人家去刺杀郭汜呢？很简单啊，他今天如果不努力奋战，董卓是他挂掉的。西凉军冲进城，第一个找王允算账，第二个找谁？吕布吗？当然就找吕布算账啊，是你一起联合王允的，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吕布也是想说，我要为自己的生存奋战。可是吕布的很多建议或是很多的概念，王允又是不接受的，所以就出现所谓将相不合的状况。长安城坚持不到10天，就被李傕郭汜的10多万大军给攻陷了。那有像电视剧里面演的一样，王允他最后是从城墙上面坠下来，然后跌死了吗？哎呀，那个电视剧当然要演的比较动情一点，大家看的才比较纠结一些嘛，对不对？史书当中只有提到王允最终被李傕等人给杀害，而且弃尸于市，就是把他杀掉之后，他的尸体还丢到市场上面去，因为市场就是大家人来人往，最多可以大家都会看到的。对，就是一种示威啦。而且夷三族，就是把他的亲戚就全部给挂掉了哈。那王允死掉的时候，大约是56岁。王允，我们再度回忆一下，我们前面几集有提到，他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个脾气很刚烈的人，是他的确也有因为刚烈的脾气而制造成功，像是很多人面对董卓那是不敢反抗的，对不对？王允敢反抗，所以后来王允等到推翻董卓的机会。但是我就怀疑，会不会就是因为董卓被推翻之后，其实是王允头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去管制住他，所以他那种就是本来就不太能够听得进去别人的习性，就开始被无限的放大。我觉得这是权力这种东西哦，真的就好像这个漫威宇宙当中不是有个东西叫做超人血清吗？就是你是良善的人，被超人血清注射之后，你会成为美国队长。但你如果本身就有一点就是邪恶气质的话，你被注射进去就会加倍的邪恶，成为红骷髅。权力这种东西，它其实有问题吗？它本身是没问题的，是，但就看谁拿到。而且很多拿到权力的人，就是各种特质被无限制的放大。那王允就是那种刚烈的个性被无限制放大之后，他听不进去任何对他原本是有帮助的建议，一错再错，最终就是本来有大好的局势被他深深的给玩惨了。那所以故事说到这边，就等于是说西凉军他们占领了长安这座城市了嘛？对。那吕布呢？吕布当然就是赶快绕跑了，因为这个人也是厉害啊，起码他本身武艺高强嘛，对不对？所以呢，他算是杀出重围。吕布后来有去投靠不同地方的军阀，他第一个投靠人，你绝对想象不到是谁，是袁术。袁术，对，因为袁术他当时的地盘主要是在南阳这一带。我们之前在讲就是关东联军去攻打董卓的时候，就有讲过说袁术以及跟袁术联合的孙坚其实是打到距离洛阳最近的一批部队，所以当时吕布先投靠袁术。那袁术本来也觉得说一个猛将来到我这边，是啊，好好器重他。结果吕布就怎么样呢？吕布就开始居功自傲，一天到晚跟别人说：“我告诉你哦，是我挂掉董卓的哦，大汉没有我的话，都不知道是什么下场啊，我是大汉救星啊。”然后呢，
吕布是有带一批部队投靠袁术的哈。本来袁术想说，哇，骑兵部队身经百战，有着这一批部队，再加上这个猛将，我的军力一定可以提升。结果军力提升还不知道，他只知道一点，就是吕布的部下很容易去抢劫，造成很多部队以及百姓怨声载道。那袁术当然有的时候就要去跟吕布谈说，这个奉先啊，你不要这样子嘛，对嘛？有人最近反映你是不是应该收敛一下，或管束一下你的部下呢？是，然后吕布就会说什么大汉救星，要没有我，大家会过着什么水深火热的生活？我就让我的手下多拿点粮食来吃，这错了吗？然后袁术就想说，好烦哦，一天到晚讲自己什么大汉救星，救你个头啦！对，所以后来吕布也是察觉到说，哎呦，在袁术这边是混不下去了哈，他就继续浪迹天涯去。那我们这边先按下不表。总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王允这个人个性很刚嘛，如果从我刚刚的叙述来看，会觉得说吕布这个人很无辜啊，他提的一些建议也是蛮到位的啊。结果你王允很刚，事实上证明不是只有王允很刚，吕布这个家伙的个性也没好到哪边去，难怪这两个人解决完共同的敌人之后，很快就闹翻了哈。好，那故事说到这边，我就蛮好奇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电视剧要神隐贾诩这个人呢？好，贾诩他后来去哪里？他去台南开始广播棒球。你说台南贾诩啊？这个不闹，说回来，贾诩其实在三国当中是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人物。对啊，他都有他自己的传了。对，而且贾诩这个人在三国，他每一次出谋划策，就是不出则已，一出必中。贾诩传曾经就有描述过说，那个时候是贾诩还没出名啊，他有一次出外旅行的时候遇到盗贼。然后盗贼就想说抓起来把他给挂掉，结果贾诩就说：“你们这个时候挂掉我是很不聪明的事情哦，因为我的亲戚是朝中的高官，如果你们把我绑架了，你们可以要求赎金，比挂掉我抢走我身上钱，这不是那个优渥非常非常多吗？哦，你还不如绑我。对。好，盗贼想说，好像有道理耶，对，绑他去要求赎金。结果后来等到贾诩算是度过最危险的时期之后，他就通知了其他的救援部队，到最后脱离险境。然后这些盗贼当然就是被打个七零八落的。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贾诩他在遇到突然危急关头的时候，他是很能够保持冷静，提出最正确的方略。就好像刚刚有提到，当大家西凉军都乱成一团的时候，只有贾诩讲说：“哎呀，不要自己逃走啊，不如反攻长安。”甚至很多现在网络上很多人喜欢讲说：“哎呀，曹操这个人就是好人妻嘛。”是啊，好人妻好到什么地步？好到就是连自己的大儿子还有猛将都死掉了哈，这叫宛城爱情故事哈。《三国演义》就是描述说是贾诩看到当时他的主公说，我的婶婶我的长辈竟然被曹贼这个家伙给玷污了，然后贾诩就提说啊，你大概可以用什么样的建议？结果就把曹操的大儿子给坑死了。这是《三国演义》的描写。那不管是正史还是演义，贾诩都是一个智力等级超高的一个角色。是啊，像这样听起来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对啊，如果将来电视剧很精彩，对不对？那电视剧为什么没有嘞？注意，我刚刚讲的这些就已经花了一些时间了。如果要演出来，那要花多少时间？哦，你是觉得要缩短篇幅吗？对啊，因为其实三国能够提到人物真的太多了。是。像曹操，我其实看《三国》这部电视剧就很感慨。《三国》这部电视剧最集中描写的曹操的军师是谁？是荀彧。荀彧当然很重要，没有错。但问题是，曹操底下的人才实在太多了，什么郭嘉、荀攸啊，一大堆人都有很精彩的出谋划策，光拍他们可能都可以拍个电视剧，事实上还真的有。总之又话说回来，这么长的篇幅，观众很有可能就是看一看就发现，那现在剧情到底演到哪边就被模糊掉了。是，而且成本也要提高，因为你集数增加嘛，对不对？你说要再找更有名的人来演这个角色吗？对。所以总之啊，我猜可能是剧组不管是叙事的逻辑、精彩程度，它必须得缩减，或是它有一些开支上的考量，最终他们只能忍痛让贾诩消失。这也是我觉得蛮遗憾
但是也只能接纳的一点。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啦。我们介绍了有关于长安争夺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人物咯。那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使人驾到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